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内容真的是超级多，是一期秋冬爱用品分享。我把今天的视频呢分成了4个板块，有穿搭，然后美妆，还有当然有小马最爱的包包，还有家用好物。进度条在上边，大家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观看。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是穿搭类里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单品。那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小马身上穿的这件真丝的衬衫，这个品牌名字呢叫做莉莉秀克，是我们中国的真丝品牌。我上身的这一件呢可以说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吧，它是这种有一点点偏米白色的基础款的这种衬衫。春夏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单穿的，秋天的话呢外边套一件这种西装，然后等天气再稍微冷一点呢，里面穿一件那种高领的内搭，就是把它翻出来叠穿也是非常可以的，可搭配性是非常的强。我自己呢比较喜欢就这么就是稍微敞着领子这样单穿，它的厚度呢大约有22米，属于真丝里边比较有分量的，所以呢就是你们懂的哈，不会太透，而且非常有质感，非常有这种垂坠感。下面呢我配的也是他们家的裙子，站起来看一下。不用站，后期不镜头。他们家的裙子花纹是非常的复古，有点像爱马仕丝巾的那种花纹哈。但是平时的话呢，我也会搭配一条牛仔裤穿，就更有法式穿搭的那种氛围感。像这种基础百搭的真丝衬衫呢，我真的觉得是每个人的衣橱里都值得备一件。然后呢，就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手上的这2顶帽子。这顶棕色的呢，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质量呢是非常不错的。顶端的这个帽型呢是有一点点方的这种，非常的百搭，而且戴上有没有显得脸很小？再加上因为这个材质嘛，秋冬戴的这种毛呢帽还能起到保暖的作用。第2顶帽子，这个是迪奥的帽子，这个是我挺早买的了，有一段时间了。当时买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丝网嘛，我觉得很特别很时尚，还有一点点性感。之前我觉得有一点点难搭配，但是最近呢我又重拾了对这顶帽子的热情。它是牛仔的这个材质，属于比较休闲一点的风格，上面呢加上这个网纱，又给它增加了一点复古感。裙子和裤子呢都能搭，所以我最近还蛮喜欢的。那其实小马呢以前是不太戴帽子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些比较普通的衣服呢加上一顶帽子真的会起到点睛之笔的作用。所以如果你想给自己平时的穿搭增加一点乐趣的话呢，我还挺建议可以买一些风格不同的帽子，然后去做搭配。接下来呢就是美妆好物分享。其实我在上次的好物分享里也跟大家说过，我本来是对美妆没有太多研究的，但是呢自从做了博主以后，买的化妆品呢也就比以前变得多了，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更加了解自己适合的颜色呀。比如说像我手上的这一块我比较喜欢的腮红，它是苏酷的08号的腮红，中文名字呢叫做桃橙色，已经用了很多了。我觉得这一块呢对黄皮真的是非常友好的，它里面带着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细闪，然后涂上以后呢，这个闪片呢基本上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的皮肤呢会有种很丝滑的那种光泽感，而且这块的颜色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是粉橘色调的，有点像那种鲜嫩多汁的水蜜桃，有没有？我一般使用的话呢会2个颜色混合起来使用，但是根据场合不同嘛，也可以就是只涂一边的颜色。比如上班通勤的话呢，我就用浅色的这边会多一点的，然后想要提气色就用深的这边会多一点。这家的腮红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入的，如果你想试一试但是又不知道买哪块的话，我非常推荐从这一块开始入手，不管怎么刷我觉得都非常的元气。接下来分享3支口红，第1支呢也是苏酷家的，它是这个08色号亚光唇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我是去年买的，真的是非常的气质，就是不挑季节也不挑衣服，是非常气质的那种奶油咖色。
非常的日系，我平时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秋天的话呢，穿一件白色或者是暖色调的那种毛衣，然后再涂上它，真的是非常的温柔。那第二支呢，就是我今年新买的这个 Chanel 的今年新出的209号色，非常温柔的，叫做肉桂棕色。今天小马涂的嘴上的就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气质，很好看。因为它是这种就是非常滋润的这种质地，然后涂到嘴上呢，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干。要看我嘴上的这个，今天就是比较厚涂的这种感觉，薄涂的话就是我手上的这种感觉，比较偏日常可以使用的这种非常百搭的肉桂色，非常的高级，非常的适合现在的这个季节。那最后一支呢，其实是之前我记得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这个爱马仕的亚光的85号，这个我也涂在手上试一下。哦，这一支的感觉是那种很浆果的红色，我就光自己看了，给你们看一下。秋天穿一件风衣，另一支黑色的 Birkin， 哇，气场全开，我脑海中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真的是超级酷的那种。那说到秋冬的眼影呢，就不得不提我前一段时间入的这2个 Chanel 的斜纹软泥眼影盘了，真的是非常的高级。一盒呢大概是12000日币左右，是80美金左右，跟普通的眼影比是有一点小贵的。我觉得它应该是把这个粗花呢的眼影盒的这个套子也算进去了。那我买的这2个呢，一个是这种橘色调的日落盘，有看到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很秋冬很有女人味的这种酒红色。它的这个整个粉质呢，感觉就是很细腻，很有质感。这么看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颜色会偏重哈，但是其实呢，涂到我的手上之后，它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轻薄的这种感觉，显得特别的透亮。里边呢有这种细闪的颗粒，颜色特别的正，特别有高级感。那我秋冬比较常用的包包呢，除了我1年4季都在用的 Birkin 25厘米的金棕色，然后还有松柏绿之外呢，小马比较喜欢这个斑鸠灰的鳄鱼的30，因为鳄鱼皮嘛，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厚重嘛，比起夏天呢，我可能更喜欢在秋冬来用它来拎它。而且斑鸠灰呢是属于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配在鳄鱼皮身上就非常的有高级感，拎上呢就特别的温柔而且有气质。那最后一个板块了，就是小马的家用好物分享。那我最近开始就是因为天很干嘛，就比较注重头发的护理。之前呢也是用过各种沙龙给我介绍的产品什么的，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呢，我就一直去的理发店，银座的一个小哥哥给我推荐了这个牌子，叫做卡诗。其实它在药妆店就有卖的，我用下来的感觉呢还是很不错的。那个小哥哥跟我讲，就是这个颜色，它是比较适合头发有焗油的宝宝使用的。平时用完洗发露之后，我会稍微把水挤干，然后涂上它，大概等个2-3分钟左右吧，然后再把它冲掉。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可以等得久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会戴一个浴帽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大概等个30分钟左右再把它冲掉，那样效果我觉得护理的效果会更好，每次都可以感觉到头发特别的丝滑。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这个卡诗。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秋冬必备去静电喷雾。就是说到秋冬呢，大家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应该就是静电了吧。特别是小马有的时候在拍摄的时候有需求嘛，换衣服的时候就听那个声音真的是噼里啪啦的，变身皮卡丘的感觉。后来呢，我就在网上学到了几个抑制静电的小方法，然后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非常便利的携带装的防止静电的喷雾，便利店呀，还有药妆店啊，其实随手都是可以买到的，意外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在秋冬我们穿裙子的时候，很容易因为静电就会贴在腿上，这个时候呢，只要你用这个一喷，裙子马上就恢复原样了。但是如果你不想特地去买一个喷雾的话，那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也是在网上学到的哈，就是挤一点那个护手霜在手上，用手抹开，然后在衣服上捋一遍，静电就很神奇的消失了。但是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深色的衣服，因为浅色的衣服沾油就是很容易变色发黄，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用这种专门的喷雾。秋冬呢，皮肤干燥也是引起静电原因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保湿，多涂发油和护手霜。终于快要结束了，那最后一个呢是家居类的用品，莉莉秀克的这个枕套，颜色好可爱。然后我挑了一个绿色的，因为我们家二宝很喜欢，最近我也涂了一个绿色的指甲。然后选枕套也买了一个绿色的枕套，还挑了一个非常高级的白色。它们两个的功效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非常神奇，它是有功效的。绿色的功效呢写的是舒缓，然后白色写的是养肤，那肯定就被吸引了，一定要入的。那我自己最直观的感受得到的是我的头发，因为我早上一直都有就是梳头的习惯嘛，但是有的时候呢头发就会有那种小的打结，但是用了丝质的枕套以后呢，早上梳头的时候会感觉明显的就是比较光滑的感觉。丝绸也是因为可以减少这种摩擦力嘛，所以长期使用还能养肤，减少皱纹的产生。但是现在这一点小马还没有感觉到哈。还有一点我也很喜欢，就是这个枕套里边有个贴心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小口袋，如果是旅游外出的时候把它装在里边是非常的方便的。我觉得呢，床上用品还是建议大家去买质感好一点的用品，因为人呢一天大概有平均8个小时的睡眠，1/3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睡觉嘛。特别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侧躺着睡的话，脸会一直跟着枕套有非常亲密的接触，所以呢更加需要好好挑选了。那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录的我真是口干舌燥，我非常想喝可乐。不知道你们看得过不过瘾呢？你们被种草了哪些好物呢？或者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用的秋冬单品，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小马。最后再补充一句，看我视频一半以上的宝宝好像都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哦，记得点击订阅，不然就错过了我每周6晚上发布的新视频啦。那我们下期见，拜拜。